6.11革命和新中国联邦能成功，它只靠3个条件。美国不支持中共，我永远不相信美国能灭共。他不支持美国军事、经济、科技，包括这大媒体大佬们这帮王八蛋，他别支持他，这是核心的，这就叫以美灭共了。你们想着美国人无人机去炸出去把灌灭了，绝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以共灭共和以法灭共。以法灭共就是川普总统和庞皮奥最后这7天的贡献。战友们，你知道被干掉的30多条政策是什么吗？我要掰着手指头给你们数，我要说错1条，我承担法律责任。这30条我能背下来，其中我就告诉你1条：平安银行、微信、百度、招商银行、民生银行、东亚银行，所有的列入美国制裁名单。就这1条，共产党的老命就已经一半没了。第2条，所有在纽约的上市公司过去10年的财务报表必须公诸于众，全面重新审核，而且要所有的上市公司，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、非上市公司，包括基金融资，任何一个这些大概300多家企业有关系的所有财务报表和美元式的借款，包括基金融资，全部要查。他再有2条命都没了。第3条，我告诉你，对在美国和欧洲的将近3000多家银行，所有带中国共产党员身份存款，包括私人信托，包括那王岐山在美国的资产和信托，一律让国家发布紧急的全世界的反洗钱令，查封所有的资产。在没查清以前，以上3个年，所有共产党在美国、欧洲的所有的国有资产一律查封冻结，包括你什么国有、私有，我俩通通冻结。战友想想，我就说这3条，如果不在美国司法部给停下来，这30条，你觉得共产党还能活下去吗？就看到了1条，你们现在最关键的种族大屠杀。种族大屠杀的是接下来是有1条，把共产党定为全球犯罪组织，也在这30条内。这叫什么？以法灭共。这不仅是美国，它是欧洲、亚洲、全球的，这才真正叫以法灭共。以美灭共，只要美国别支持，停止支持经济、技术、军事，赢了，咱们就叫以美灭共赢了。第2，通过法律把共产党定为犯罪组织，把它列为全世界调查目标，然后把他的政治权利给它完全不合法化、非法化，这不就第2赢了吗？第3个就是以共灭共。到那个时候，美国、欧洲一定会出台政策，所有跟美国、欧洲合作的政府合作的，配合查清病毒的，配合查清楚共产党这些洗黑钱的，配合共产党西方纯黑钱的，所有的中共官员包括企业家，你的财产全部都是大赦。